那你说 powertrain 的话，以前我们说到 Mercedes 啊，可能是 VX Twin Turbo、V6 或者是直六的引擎，它的48伏系统等等。可是来到电动车时代，其实你不一定要买到 Mercedes， 你不一定要买到 EQS，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加速动力表现。好像有很多新创的电动汽车品牌。包括比如说 Model S Plaid， 他们都能够做到赢过它的这个表现。所以以前我们说到 Mercedes、BMW， 他们就是赢在它的动力、引擎、加速、爆发力。可是来到电动车，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 EQS 的强项了。这件事情不是少数人做得到了的。现在以前是大厂的专利，现在是小厂都能够做得到，因为你只要有电池技术，你只要有电动马达。还有一套很好的 CPU、GPU 去 calibrate 去调整，它就能够做得到了的。所以你来到电动车时代 ，Mercedes-Benz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让人家觉得说我有650千，我就买一台 Mercedes？ 除非你是 Mercedes-Benz 的狂热分子，你是世世代代这一辈子都不想要换其他的汽车品牌了，我就是要 Mercedes-Benz， 不管 Mercedes-Benz 出什么，我就买就对了，我不考虑，我不看其他的。所以我觉得 EQS 至少它是一辆 S Class 啦 ，right？ 它保留了 S Class 应该要有的东西，这种很舒服的坐姿，你知道吗？有按摩椅 ，Classic Massage、Mobilized Massage、Activating Massage、Hot Relax Back Shoulder、Wave Massage、Deep Wave、Deep Workout、Work Cushion Backrest 等等，它的 massage 是非常非常多功能 ，Passenger 跟 Driver 都能够享受到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以前这个级别的车子，你要买到 Rolls-Royce、Bentley 才能够给到你。可是现在因为免税，设备可以有几圈就给到你几圈这样子。那这个 EQS 呢，我记得，因为我上个礼拜我才 review 了这个 Rolls-Royce Spectre 啊，我记得他们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在发布会上面啦，他们说这个 Rolls-Royce Spectre 呢是 Rolls-Royce First、Electric Car Second。所以他们要强调的不是 EV， 而是它是一个 Rolls-Royce。当然，我觉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 Mercedes-Benz 的身上。它是一个 S-Class First、EV Second。你就是买一辆 S-Class， 然后你获得了电动车的这种加速动力表现。Mercedes-Benz EQS 500从648,888块起，比 EQS 450 Plus 便宜了5万块。那为什么 EQS 500会比 EQS 450 Plus 便宜5万块？那500不是代表它更厉害吗？500是 All-Wheel Drive 双马达，450 Plus 只是后轮驱动单马达。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 EQS 500在彭亨州北干 CKD 本地组装，而 EQS 450 Plus 从德国 Sindelfingen 整装进口。可是政府已经豁免了电动车的进口税，为什么 CKD 还会比 CBU 便宜？那是因为 CBU 的 EV 会有一个 10% 的 SST， 那 10% 可能不是很多，可是对于一个500-600千的车来讲，这个 10% 就有很大的影响。EQS 500的0到100只要 4.8 秒 ，EQS 450 Plus 要 6.2 秒，慢了 1.4 秒。所以 EQS 500的动力明显更高，但它用的是 Electric Art Line 的外装套件。而不是 EQS 450 Plus 的 AMG Line 运动化套装，轮圈也从21寸缩小到20寸，所以整体上这个 EQS 500看起来比较保守。那纯电动 S Class 的对手就是纯电动的7 Series，BMW i7 xDrive 60卖729,800块，比 EQS 500贵了81000块。i7 和 EQS 的 EV range 都在600公里以上。动力数据 EQS 500更胜一筹，但后座的格局 i7 更像是一个传统的 F segment sedan。至于内饰的话，你会比较欣赏 i7 还是 EQS？ Mercedes-Benz EQS 的轴距是3210mm， 我一读到3210mm 就想起了 Rolls-Royce Spectre， 因为 Rolls-Royce Spectre 也是3210mm。所以 EQS 就是基于 EVA 的纯电动平台打造，支援200 kW DC 快充和11 kW AC 慢充。虽然是一个纯电动平台，不过这个 EQS 的是400V 的 EV 平台，而不是800V。那市面上其他的对手，比如说像 Porsche、Taycan、Audi e-tron GT、Hyundai Ioniq 5、Kia EV6 等等，
它们都是800V 的平台。那800V 就可以让它的充电时间更加的短。那 Mercedes-Benz 在刚刚推出的 Concept CLA Class 已经为大家展示了未来的800V 平台。那我们也在网上找到传闻。EQE 跟 EQS 有可能会 upgrade 到去800V 的平台，其实400V 很普遍啦 ，BMW 也用400V，Tesla 也用400V，Volkswagen、奥迪的部分车款也用400V，它非常的普遍。不过我们要走向2025到2030年来讲，800V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它跟 EQS 450 Plus 虽然都是用120 kWh 的锂离子电池，但是它的续航里程只有696公里，而 EQS 450 Plus 就能够去到 up to 782公里的 WLTP 标准。那为什么相同的电池大小，这个车子走的这么少？因为它是一个 E All-Wheel Drive 450 Plus 是一个 E Rear-Wheel Drive。那我之前有做过一支 video 来 compare EQE 跟 EQS， 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后车尾门呢 ，EQS 是一个Fastback Hatchback， 它是连着你的挡风玻璃一起掀起来的。那 EQE 呢，就只是尾门会掀起来。所以你这样子来看 ，EQS 的行李箱空间非常的大，它的开口面积、置物能力都是一流的。一坐上这个 EQS 呢，我第一个感觉到很舒服的就是这个头枕 headrest。所以这个东西它就好像之前我在 Rolls-Royce 在 Bentley 上面体验到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很 S-Class 很 Maybach 的这种感觉。这一款大声。OK， 所以这个 EQS 的招牌菜就是56寸的 Hyper Screen。12.3 寸的 Passenger Display， 17.7 寸的 Center Display， 还有12.3 寸的 Driver Display， 形成一个56寸的超大宽屏。那 EQE 没有给这个东西，不过在很多市场你可以自己附加选项去升级到 Hyper Screen。那其实它有没有实际用途，它好不好用，实不实用，这个我唔敢讲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就是好看。因为如果不是 Tax Free， 你根本没有可能花650千买得到这样子的 spec。Digital Light、Rear Axle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还有这个 Burmester 的 3D Surround Sound System。它有710瓦15个 speaker。但是这个 Burmester 不是最 atas 的 Burmester 哈 ，Burmester 有很多个 level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Burmester 只是 Mercedes-Benz 一个相当普通的 Burmester 而已。当然少不了的就是这个全景式的玻璃，没有到玻璃车顶啊，玻璃车窗，因为它是可以打开的，不是那种好像 Tesla 好像奥迪 e-tron GT 他们是 fix 这样子的。Hey Mercedes, how can I help? Open sunroof. I'm opening the sunroof. Hey Mercedes, How may I help you? close sunroof. I'm closing the sunroof. 居然还有很多人跟我讲声控可以取代实体按钮。再来，因为是电动平台，所以它整个中央扶手的空间利用非常的好，像是这边里面有2个 Type-C 的接口，有 Wireless Charger， 那下面这个地方呢，它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储物空间，同样有给你 USB 的接口，然后这边里面又有 USB 的接口，整台车子满满的都是 USB 的接口。然后这个 EQS 的椅子呢，我就坐起来非常的舒服，它的整个感觉比 EQE 好非常的多。非常多项调节的这个电动座椅，有发热椅、通风椅，还有开孔式的木纹。方向盘就是这个 T 字形的，而不是那个蜻蜓式的这样子。Pedal Shifter 不是 Pedal Shifter， 它是这个 Deceleration Pedal， 所谓的 Energy Recovery 的 Pedal。然后怀档也是放在这个地方，只是 Mercedes-Benz 除了这个排档杆之外呢 ，Everything is just 没有 hard plastic， 都是很上层的材质。然后在 EQS 500之上还有一个798,888块的 EQS 53 4MATIC Plus， 那个是史上第一款纯 AMG 的 Mercedes EQ 电动车。那所以 EQS 500已经算是 EQS 系列里面的天花板了，你再上去就是 AMG 53 4MATIC Plus 这样子了。无边框式车窗。
跟前面一样有这个非常软的这个 headrest， 然后这边是没有遮阳帘，这个是一个玻璃车顶。那作为一个电动版的 S Class 呢，这个 EQS 让很多原本驾着 S Class 的人小有失望，因为它腿部空间当然是很够，可是这个 EQS 呢，它的这个椅子这个地方它是 fix 的，它就不能够这样子升上来，好像我之前上一次介绍 i7 的时候，它有这个东西，它是 fix 的。当然这个椅背你可以去调整，而且是电动的。然后这个就不能了，所以这个坐垫是 fix 的，只有椅背可以去调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央扶手呢，它其实是怎么讲？它是整个下来这样子，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tablet 这样子，可以给你去遥控东西，就好像我上一次介绍 Bentley 的时候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一个平板。啊，这边打开也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器，还有这个 high-end 的 rear entertainment system， 它有配一个耳机给你这样子啦，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荧幕去调整车子的东西，像很多的娱乐系统啊、navigation 啊、Mercedes EQ、Info、Comfort 等等，然后你可以知道车子的电还可以走多远等等。然后这边有独立的这个通风椅跟发热椅的东西，当然少不了的是 Burmester 的音响。所以我觉得 EQS 的后面呢，它就是车顶很低啊，你看我的身高是178cm，已经到我的，你知道吗？已经要碰到这样子了。但如果你只要做到这么斜，就不会动到，你就有头部空间。那问题就是你看到吗？过来我这个地方，这地方就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运动化的 S Class 啦。它可以叫 S Class Grand Coupe 啦。OK，put it this way。So 我相信 Mercedes-Benz 还会有一个更可能是 EQS SUV 啦 ，I don't know 啦，或者是 Mercedes Maybach EQ、Maybach GLS，它的空间是没有话讲的，因为电动平台这边不像传统的车子有什么传动轴要凸起来，没有中间，这个是你看到吗？非常的 OK， 但就是那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像一辆 S Class 啦，是一个 S Class Coupe，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 speaker， 所以15个 speaker 已经是环绕式的音响了，把它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啊。我上一次介绍的 EQS 450 Plus 有333 PS 568 Nm， 现在这个 EQS 500有449 PS 跟828个 Nm， 所以我们去到 Sport Mode， 100就是这么简单。EV 虽然是快到很夸张的快，但这个 EQS 500因为电池是有108 kWh， 所以它的重量是重达2615公斤 2.6 吨。几乎每一台 EV 我都要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强调说它到底有多重。但虽然车子很长，你看我现在 U 灯，我好像加一个 A Class C Class 罢了，因为它有 Rear Exhaust Steering， 有10 degree， 所以你在 U turn 的时候，或者你在慢速过弯的时候，车子是非常的灵活，你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3210mm 轴距的 S Class。哇！当车子的重量重到这么重的时候，它在 brake 的时候，它要花很大的力气去 brake。但这个车子是标配了 Airmatic 的空气悬挂系统，所以在 Sport 模式，它还是可以给到你这种蛮有信心的过弯表现啦。但它是一个很重的车，所以你的轮胎一下子就了不起了，你很难去 hold 得住它。坦白讲，真的是你享受不到太多的驾驶乐趣，特别是在你高速你要入弯的时候。Yep, exactly. This is how you feel. 而且我还没有到很快哈，我只是来平时。今时今日，当我们讲到 EV 的时候呢，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续航里程 ，right？WLTP 最远行驶里程大概600多公里的 EQS， 我觉得大家不会去 care 它到底真的在急速过弯的时候，大家在乎的是它会不会让你有 range anxiety。所以毫无疑问的，我觉得 EQS 500，其实450 Plus 都不会了的啦。
因为450 Plus 它是后轮驱动，车子比较轻，整个动力传输比较节能。电动车没有 V8， 没有6气缸、4气缸 Turbo 的声音，所以你能够玩 Sound Experience。那这边有 Silverware、Vivid Flux 跟 Roaring Pulse。Vivid Flux， 那 Mercedes-Benz 的 Sound Experience 呢？它跟 BMW 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 不同。那个是非常的好像看 IMAX 电影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 Mercedes-Benz 的是比较灵性，它比较有意境，好像在做 yoga， 好像在做 meditation 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走的这个 pattern 是不同的。828 Nm 的瞬间扭力。你驾着 EQS 500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你割不到的车，只有你不想要割的车。你根本不用到828的，你只要有400 Nm、500 Nm 的 Instant Torque， 你就几乎能够为所欲为了。因为它不像传统的燃油车这样子，它的动力传输是非常 smooth、非常直截了当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怀疑任何一台电动车的 straight line speed， 它的 acceleration confidence 全部都能够给到你。所以你在highway长途行驶，这是一辆相当舒服的车子。你甚至坐着或者你驾着，你会忘记掉时间的存在，你就好像在一个空间里面穿梭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是一台非常适合长途行驶的电动车，因为你不会有旅程焦虑 ，right？ 你可以走600公里，可以走500公里，轻轻的，一辆又一辆，一辆又一辆。然后当你在 recuperation、strong recuperation， 我没有踩 brake 啊，我完全没有踩 brake。它会非常自然的减速，就可以让到车子利用轮子滚动的扭力去 recharge 它的 battery，so called recuperation。这个是燃油车给不到你的东西，燃油车你 brake 了就是 brake 了。如果你不是 hybrid 啊，你浪费掉就是浪费掉了。可是 EQS 就能够给到你这个附加价值。OK， 我们现在出头。白6 recuperation brake。 So 因为 EQS 500本地组装 CKD 版本的 EQS 500到来，我在 website 上面是没有看到450 Plus 了，所以我相信Malaysia已经是没有卖450 Plus 了啦。所以现在你就买到 EQS这个648,888块的 EQS 500，或者你 top up 去买到798,888块的 EQS 53 4matic Plus， 哇，这名字很长，你就可以拿到纯正 AMG 的电动表现。所以我觉得650千买这个车子当然是非常的划算。所以要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 EQS 500的看法是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交流一下。你觉得650千你会买 Taycan， 你会买e-tron GT， 还是你一定要 EQS？ 你觉得 EQS 比那两个对手还要来得好？我知道是不同的车型啦，把这个价位这样子。OK， 首先用我的影片记得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我是赖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